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Flux 生态里边的 POID。当然呢，和 SDXL 里边的 POID 和 Instant ID 一样，它的主要作用呢是保持人物的一致性。那么我们这儿呢选了一个明星人物，之所以选明星人物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从感官上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它这种生成能力到底怎么样。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个 POID 的作用呢，我们还是从两个主要的场景给大家切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直接生成一个图片，那我们会给它一组参考图，然后让它来生成一张我们需要的那张人脸的图片。那还有一个场景呢是换脸，那也就是我们可能原来呢是有一张图片，然后呢我们希望让它把这张人物的脸换成我们需要的那个人物。这个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需求，虽然核心的技术点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具体的实现方式呢还是稍微有些不同的。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Flux 里边 POID 这个技术。Flux 生态发展是非常快的啊，那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呢，从 Flux 到 Flux 的 ControlNet， 后来呢包括 IP Adapter， 包括局部绘制啊，那很多的技术呢就出现了。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个技术就是这个 POID， 这个出现呢其实也比较早。大家看一下，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概在6个月之前呢，已经开始有陆续的代码放出来。那之所以没有进入到公众视野，是因为呢，最早呢还是一个独立的工程啊，没有放到我们的 ConfUI 里边去，所以说呢，并没有过多的去给大家讲述这样一个技术。那么直到最近呢，我们看到了那么关于 Flux POID 的 ConfUI 的扩展，那么这个东西呢才更多的被大家所熟知。那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安装。这个扩展程序的安装跟其他的程序呢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将这个 repo， 也就是这个仓库给它克隆下来，然后呢，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requirement， 这个只要用 Python 的 pip 程序进行安装就可以了。那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支持的模型都有哪些。当然我们这儿说的模型指的是 Flux 模型，除了支持原生态的32位和16位的 Flux 模型之外呢，我们还支持8比特的量化模型，还有我们常用的这个格式的8比特的模型。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在这儿你想下载对应的模型的话，可以通过链接进行下载。那如果你需要使用量化模型的话呢，还需要安装这个扩展。这个如果大家做过量化模型的话呢，应该都比较熟悉。那除了这种常规的模型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下载几个独立的模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POID 这个模型。那你下载完了之后呢，需要放在我们的 ConfUI Models 和 POID 这个文件夹下边。另外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编码器，就是这个 EVA Clip。下完之后呢，也放到我们的 Clip 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另外呢，有两个扩展是需要的，第一个是 FixXLab，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InsightFace。这个如果你之前装过 SDXL 里边的 POID 的话，或者是用过其他的换脸程序的话，那么这些呢应该是装着的。另外，如果你要是安装这个 InsightFace 的话，注意我们需要的是这个Antelope V2 这个格式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放在我们的 Models 里边，然后呢名字或者文件夹呢一定是这个名字。那别的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工作流。它的工作流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 Examples 目录里边找到。这里边呢有量化模型的，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个模型的。大家参考的话呢，就先参考这个16位的这个模型的工作流就可以。那么我们下边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这个呢是我们加载之后它原生的一个工作流的状态。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稍微改一下，因为我们并不支持16位的啊，至少我的显存是跑不动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儿改成 FP8 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 Wait Type 呢我们还是改成常用的这个编码器呢，同样是 FP8 的这个编码器，这个不用改，然后我们的 V1 给它改掉。大家注意啊，它的核心组件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它显示的比较乱啊，我们把它稍微的拉开一点，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我们注意，它首先呢是我们的 model， 这个就是你的 Flux 的模型，然后这个是 POID 的模型，这个靠这个节点加载进来就行。然后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编码器，就是我们说的 EAV 的编码器，然后这个是 InsightFace， 这个是你的参考图片。
后边这个是一个自注意力机制的 mask 遮罩，这个你可以不用。那么完了之后呢，我们将这个输出的 model 直接给我们的 basic guider 啊，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自定义的采样器就可以了。这个参考图片呢是一个爱因斯坦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直接跑一下看一下效果。大家注意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你要注意，它在这儿的采样呢只用了10步，这个我们一般是用25步，对吧？所以说呢，这就看你最后需要的一个质量。如果你觉得质量10步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呢，这个也可以啊。那我在后续操作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用25步来给大家进行操作。那现在这个工作流虽然我们看到也可以理解这个工作流的基本的结构，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太喜欢使用这样的工作流啊，因为看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把它重构一下，用大家比较熟悉，或者是说用我比较习惯的方式给大家重构一下。下面呢，我们新建一个工作流，把这个给它清掉。那下边呢，我们重新来构建这个工作流。首先呢，我们先加载一个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下边呢，我们给它加一段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也是我用这个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然后呢，我们加一个采样器，我们用标准的采样器就可以了。模型连上，正向的条件、反向条件，然后我们的 latent VE 连接一下。我们把生成的图片呢给它预览一下，让我调整一下我们的采样参数，直接跑一下这个工作流，看一下最终出来的这个效果。这个当然呢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 Flux 的工作流。那下边呢，我把它增加一个 POID 进去。核心的节点呢就是 apply POID Flux， 然后我们把对应的这个节点给它连上。这儿呢，我们上传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将这个 model 呢直接给它换掉。下面呢，我们重新来采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幅非常漂亮的这个图片啊。人物的话，应该说也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们也能看出来，它的确是刘诗诗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啊，如果你希望这个效果再好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些辅助手段。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将面部给它检测出来，然后裁出来，给它作为这个参考图片。那比如说我现在换一张图片，我换成了这个。那下边呢，我们再来生成一遍，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物其实有一些别扭啊，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的话呢，这个人物的面部呢其实是不够清楚的，或者说它的像素是不够的。那另外呢，你要注意的就是最终生成的这张图片，它的视角是受这个的影响的。注意啊，它面部朝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这张图片、受参考图片的影响啊，这也是 POID 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我们经常会这样去做，就是我可以通过 Autoground Face 或者是其他的面部裁切的方式，把脸给它切出来。这儿呢，我给到 3.0，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预览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图片给它连过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是将脸呢给它切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就不太受这个参考图片的干扰了。我们主要还是参考面部。但是呢，这个图片生成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比刚才要好很多，但是依然存在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面部是受这个参考图片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面部朝向这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参考图呢可以不只有一个，
因为参考图的质量会导致你生成图片呢，这个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其实是可以有多张图片的，那我们可以尝试增加多张，然后我们给它做成一个 batch， 然后呢，再经过面部裁切这个节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有4张图片来作为参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裁切出来4张脸。那当然，加了这4张脸之后，我们直观的感觉就是采样的速度变慢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物特征就更加的清楚，人物呢也更加的清晰，像素点呢也就变得足够。当然呢，你可以调整一下，就是这个 weight 值呢，我们不一定给1啊，你可以给到 0.75， 这样的话呢，生成的人物可能更加的自然。所以说呢，还是我们的习惯啊，大家呢不要开得太满，中国人的习惯啊，凡事呢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更加自然一点，或者就更加漂亮一点啊。这是我们说的生成图片的一些基本的技巧。一旦你做到这一步呢，生成的图片应该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下边呢，我们来看第2个需求。第2个需求是说，我现在有一张图片，比方说这张图片，我现在要把它脸换成这个刘诗诗的脸，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呢，我们用到了一个叫 DJ Face Detailer 面部优化的这样一个节点，这个相对我们传统的那个面部优化的节点呢，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 model 我们就会直接用这个 POID 的 model，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存一下。那这样呢，我们直接取一下。类似的正向的条件，反向的条件，这个 latent image 呢是它编码之后给它传过来的。那这样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稍微调整一下。还是啊，我们把这个 blur 给它设置一下，我们希望它的遮罩呢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模糊效果，这样呢它在绘制起来呢会更加的自然一点。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 mask 呢还是要膨胀一些，那膨胀的像素数呢我们可以设成50，然后我们直接来看效果。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这个地方我开的是 0.75， 真正换脸的时候呢，你还是开1，然后重点呢去调我们这个降噪这个地方，让它变得更加自然啊。那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效果。你注意啊，我现在这儿选的降噪系数是1。大家注意啊，这个脸呢是换掉了，但是这个融合呢没有办法去谈啊，非常的明显，这个融合是不够的，是因为你这儿进行 detailer 嘛，因为它本身属于一个优化器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优化器不能开满啊。这儿呢，我们建议大家是 0.5 到 0.6 之间，我这儿给到 0.55，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就好很多了，那这就是我们 0.55 的时候采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这个是不是通用的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呢把这个给它换成这张图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生成的，我们再一次呢来采样一下，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这个换脸的效果就非常的差。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是因为参考图片里边面部所占的像素呢太小了。那 Flux 作为大模型呢，它的起始绘制的像素点呢还是比较高的。那最起码呢，你应该从768开始绘制。所以说，如果像素点太小呢，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直观的感受呢是模糊，另外就不像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它优化一下。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还是把脸给它切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得到一张面部的图片。这个呢，还是将这个调大，我同样调到 3.0。然后这个呢叫 crop data， 这里边会有一些像素的这个信息，待会儿我们会用到啊，这样我们先不用管它。然后这张图片目前呢是很小的，你注意236×236，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缩放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到scale to megapixels， 那就是我们把它缩放成一个100万级像素的一个图片，这样我们选 1.0 就行，它真正放出来呢就会变成 1024×1024 啊，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质量不够好呢，你可以将它用一个模型来放大，比方我们经常用的这个 UltraSharp， 那这个质量可能就要好很多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还是别用了啊，因为这个有很多的线条嘛，不太合适啊。然后呢，我们把它放成了 1024×1024， 那我们需要获得一下它的大小啊，所以说呢，我们用 get image size， 这个我们回头会用到，我们给它存一下。然后我们将这个对它进行面部修复，我们来看一下修复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呢其实就要自然很多。然后呢，我们把它存一下。这个呢，我们叫做 detail face。好，那下边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将这张图片粘回到这个位置上啊。所以说呢，先把它缩放到原来的大小。我们将宽度和高度转为输入。这个它的尺寸呢，我们之前在这儿已经存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缩成了和这个一样大的大小，也就是把它从1024又变回成了236，然后我们给它粘回来。粘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方法啊，大家注意这个 crop data 这儿有一个叫做 image post crop， 我们会按照这个裁切信息把这个图片再粘回去。这是原始图片，这是我们真正要粘回去的图片。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效果。那这个呢就比刚才呢其实要好很多。你要注意啊，如果觉得这个面部不够清楚没关系啊，因为它真正在图片里边占用的像素点是很小的。那另外就是这个方法这儿啊，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 Lanczos。那这样的话呢，它可能更好一点。其实就是我们说你怎么去进行面部修复啊，不能叫面部修复，怎么去进行换脸啊，两个最主要的场景。那这两个场景呢，一个就是我们直接生成对应人物的图片，第二个呢是将图片当中的人脸换成我们需要的人脸。大家注意，就是这儿我们在生成图片都是会把这个拉的比较低啊 0.75， 但是在换脸的时候我们会拉到1，然后重点是去调这儿，因为如果你两个地方去调的话，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啊，因为你要综合的去看，那边是 0.75， 这边呢要适当的大一点 ，0.55 可能就显得有点小啊，你这样去调的话呢，反而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掌握住这个具体的思路啊，因为你去看这个换脸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那个思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核心的技术在变，但是总体的流程呢是不变的，你掌握的是流程的方法啊。那如果你觉得让你自己去写一个工作流，你总是磕磕绊绊写不出来，那就是因为你的基本的思路有问题，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加强练习。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